们已经到马来西亚啦。那飞过来的时间是4个小时左右。马来西亚这边的航厦蛮大的，我们刚刚是从那个 Gate C 出来，要搭接驳车才能到他们的 Terminal。那到 Terminal 才可以去办入境，然后还要领行李，所以这个就是要比较注意一点的地方。OK， 各位，我们来到了 Freeport Outlet。那这边看到一架747，那据导游说呢，之前是把它拆了5个部分，然后把它放过来。那这个现在变成是 Coach， 它这边在这个 Outlet 的店是在这个机舱里面，是还蛮酷的一个想法。大家就进去看看。然后它这个机型它有2个涡轮啊，4个涡轮，但是都拔掉了，现在就大概剩壳，对吧？涡轮前面是25:5，空气压缩机。不是25:1吗25:1，对，25:1。哦，这舒服啊！我跟各位讲一下，这边的温度大概是31到32度，超级无敌热。其实现在是2月底的天气还这么热。哦，酷哦！这个Coach感觉很赞哦。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这边的标价，还有它的折扣，因为毕竟这边是 Outlet 嘛，我们大概问这边大概是5折。像这个包呢，哥哥他有兴趣，然后在台湾问是15000，但这边是8000多，还不错，950马币乘以8，对，差不多。到今天的饭店啦。看起来是一个度假村的感觉，还有健身房、游泳池，真的是第一间不错不错。OK， 我们今天住的是2111，你要讲印尼文。OK，Let's check in。看起来很大哦，哇，2张大床，冷气也蛮凉的。不错不错，跟西雅图的有得比哦。然后它的厕所双面盆，豪宅标准。OK， 然后一个简单的淋浴空间跟马桶，看起来不错，入看看。各位早，我要从这个度假村离开啦。那今天应该会去古城跟去大红花饭店，那个是包栋的地方，所以应该会有游泳池或是其他东西，我就再看看吧。好，我们到荷兰红屋啦。看起来有可能是比较早的关系，所以还有一些商店没有开。那我们就继续往前。那为什么要叫荷兰红屋呢？就是之前马来西亚是有被荷兰那个殖民过的，它其实被3个东西殖民过，就是荷兰、葡萄牙跟那个英国。英国是比较晚，就是在最末期是英国去殖民。那这个建筑就是当初荷兰殖民留下来的。
点了4杯饮料。我们点这边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是棕榈糖的牛奶跟棕榈糖的抹茶，试试看，我也不知道。它这边放一片棕榈叶，蛮酷的。这是要吃槟榔的，要配叶子。好，喝看看。他没有给我卫生纸。好，那我这杯是10块钱的，10块钱马来西亚。你的不漂亮啊！不然你们那个台湾就喝得到啊。那10块钱马来西亚币，看一下就是抹好嘛，喝下来很好的。乘以8大概是加糖加椰糖，没有很甜，80块。比较甜，我的比较没有甜，可是你的有个香气，你看我的是没有那个椰糖的，你的比较有一个椰子糖的味道。这个才是真的是台湾然后喝得到的，蛮甜的那个应该是喝，大概有半糖，我觉得有半糖。它比较特别，台湾人来喝应该可能它有一个椰糖大概半糖的程度啊，要适应。味道很特别。有个椰子的味道，还不错。刚刚各位说马来西亚被3个国家统治过，那我们刚刚那一区是荷兰区，那我们现在走到这边是葡萄牙区，那它这边就是有一些碉堡，那它上面是一个小山头，那之前葡萄牙人就是在这边盖了一些碉堡，然后前面有个像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看起来蛮像庙的吗？对，大家再去看一下。啊，这就是山上的碉堡，其实还蛮大一座的，这么高哎。然后这个跟我们的热兰遮城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岩石。它不是像热兰遮城是用砖跟那个瓦去堆的，这个比较有点铁矿的那种感觉，蛮酷的。这边就需要付门票的，虽然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我这个建筑蛮特别的哈，好像《奇异博士》里面会看到的那个马卡泰基。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是马六甲王朝的博物馆，应该是比较偏之前时代的产物，真的是蛮酷的啊！还要脱鞋啊！酷哦！好，这个马六甲王朝呢，它是跟明代是差不多的时期。那当时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明朝就册封它是一个王国，那它后来就是被葡萄牙人整个把国家铲掉了，然后才有葡萄牙殖民马来西亚，这样才会有刚刚前面那个碉堡。那我们这个饭店它是直接盖在海上，它就盖一朵花的样子，朱槿花的感觉，然后很大一个园区，然后它里面就是有这种交通车可以坐。我们今天住的是3号，好，刷卡，好，哇，这房间好大，这个饭店听说有10年了，我们算住比较靠内陆，所以应该景色比较还好。哦，这边有锁。呜呼 ，OK， 就是一个浅滩，然后这是主栋，晚一点会，他说13楼有个酒吧，但是是晚上开的，可以上去拍照。然后
左边那个方向有个沙滩在这边，那也可以去看看。对，但现在天气真的太热了，现在30度吧。那个饭店还有自己的沙滩，还有一些游乐区。刚好看价格，如果骑那个水上摩托车，它载你出去10分钟，120马币，就台币大概1000块，其实蛮贵的。因为太阳真的蛮晒的，建议接近落日再过来。哇！From Kuching Sarawak, what a shuttle in the house!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Continue the fire, play with the fire, dance with the fire. You can see the technique of the fire burning stuff. It's a beautiful colors, a beautiful technique. 我们早上呢吃完早餐就去了那个乳胶厂的那个床垫工厂，大概都是这些旅行团会有的行程。然后午餐我们吃这个新丰肉骨茶，刚刚看到蛮多像是什么周杰伦啊，台湾的一些艺人都来吃过。那我觉得很好吃。对面那边吗？如果以这种团客的会带的餐厅的话，它的餐食就是算蛮多的，然后口味上也比较跟台湾有类似。那它最主要著名的就是它的肉骨茶汤，虽然说它的胡椒猪肚汤也不错，但胡椒味有点太重。那肉骨茶是它这边主打，肉骨茶好喝，推荐大家可以来。可以。我在录了。好，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抗战纪念碑。那他刚刚看到那个碑，它上面有记录3个年代，分别是1战、2战跟他们马共内战的时候的年份。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特别的雕像，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到他们的城市做巡礼。那这个呢，不要看它像水沟啊，它是2条河的交界，那可以看得出2条河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蛮酷的。不过这规划一下，说不定可以像绿川。再来我们来到他们的皇宫，因为马来西亚他们也是有皇室的，那这个是他们新的皇宫，那旧的是在比较靠吉隆坡市区那里。那旧的可以看到它那边旗子呢，黄色举在上面，代表说
国王在家，那降下来的话就是国王不在家。那降半旗的话就是哀悼，全国会放假2天。OK， 皇宫里面看起来是一个庄园，是一个圆顶的结构，蛮酷的。那这是怕人家冲卡车或是那种重型的机具进那个皇宫里面，才设置的这个门挡。那他们警卫都是荷枪实弹的，蛮猛。来到了竹山临水，那这一区看起来就是有规划过，种了蛮多竹子跟一些绿植栽的一个餐厅聚集地。这看起来是一个建商搞的，因为前面是他的那个售物中心。那这边的房价其实也算蛮便宜，在这种地方，吉隆坡市区。然后捷运站10分钟会到的地方，只卖40万马币，就大概是台币320万，副车位，超赞的。然后室内平好像是20还30，就比起台湾的，对，好蛮多的。然后这建商在旁边就搞了一个这个餐厅，跟刚刚前面还有 Starbucks， 还有一些这种小装饰可以看得到，对，还不错。我们到了云顶缆车站，那我们就是要从这边搭缆车上去云顶。那云顶主要它上面有个 mall， 还有一个casino 就是赌场。这个交通票应该是9块马币一个人。那我们搭上去，因为主要是靠那个赚钱。那我们进来。起来吼，然后后边拢坐不起来。这边蛮酷的哦，它是混合了赌场、购物中心、餐厅、住宿4个大项。它很像义大，他就买了一个山头，然后又建了一个缆车。义大没有缆车，他就把它整个山头都搞起来，真的是蛮厉害的。那个回来呀。这个霸王茶几还有送袋子哎，酷哦！哇，这太大杯了吧 ？King size。跟手机做一下对比哦，大概是手机的1.5倍高。花田嘛，对不对？我那时候讲花田嘛，花田第1名。对吧？花田第1名了。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啊，它这个下面都是空的，这空的，它到这里才是有的。所以它的实际大小大概就是这样，它只是杯子看起来比较大杯而已。占一杯16吧，对，17块左右，所以一杯3支弄在一起的吸管，一杯130、140。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春水。那我们来看看啊，我点的是大红袍奶茶，试试。我们这个很像春水的。所以是奶精还是鲜奶？我觉得应该奶精。对，是跟春水堂差不多的味道，价格也差不多。如果这样大小，这很像春水堂。哇，好大啊！哎。OK， 它大概就是把床的大小省给空间了，然后浴室不大，正常 size。
位，我们来到了黑风洞，那好像是一个他们参拜的地方啊。然后有个超大的神像，然后还有一大堆的鸽子。这鸽子是非常可怕的哦，在下面密密麻麻，全部都是鸽子啊！我靠！干，比巴黎那一次还多。巴黎算什么？多，就看起来非常的陡，然后附近有猴子。那这边我就先不录了，怕我的录影机被抢走啊。我看到，这可能有接近10层楼的高度，真的是蛮高的。然后沿路都是猴子，那有可能来这边就是要尽量不要带一些瓶瓶罐罐或是一些吃的东西啊，不然猴子一定会抢你。然后也不要看猴子，也不要跟它对视，不要拿手机近距离拍，这都有可能它会抢你。但这个洞穴有点像一个 Avatar 的那个《阿凡达2》他们里面的那种洞穴，这次还不错。这里有只猫猫，嘿，好，它也不太理人，谢谢。来到鬼仔巷，那这个巷会叫鬼仔的，有几个原因。他说有可能是，我们台语会叫那个西纳，所以就是因为小时候都会叫小孩回去吃饭，然后这边又属于华人区，就是会有比较多这种叫法，然后变成小鬼头这种东西。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传说是这边以前都是卖棺材，棺材多，所以就被人称作鬼仔巷。那第三个点的话，就是说之前华人喜欢在这边喝酒，就有一些酒鬼啊、色鬼、赌鬼这种东西，所以才会被叫做鬼仔巷。这还蛮酷的由来。感觉这边的建筑呢，其实在台湾应该找到类似的，像是一些旧式的眷村，或者是蛮多像网美咖啡厅都喜欢找这种屋子来做商店这样。你头上还有个包租婆，包租婆，对了，真的。对啊，有刚刚来功夫门市。剪这么漂亮要死人的。对啊，剪这么漂亮要死人的。我们来到巴比伦商场，这里比较像百货公司哦，卖的东西不少。那早上的行程是去普洱茶博物馆。对，这种一般东南亚团大概都会配那个焦虫跟普洱茶，所以就坐在那边坐2个小时。那这个商场只留给我们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其实没有很充裕的时间可以逛。那可能就是先吃午餐，然后可能就差不多了。到不是哈利法塔，突然间读了，我们到双子星塔了。在我后面这个就是双子星，非常的壮观的这个双子星，很大一栋。好，我们下去拍拍照。
刚刚我们去那个双子星塔，才拍了2张照片，待了5分钟，哦，那雨直接下暴了，然后就没办法，只好先来吃晚餐。那这家蛮好吃的，所以如果就算是一般我觉得自由行来的话，也可以来吃，叫做豪天美食馆，在那个拿罗街里面，应该也会有，大概是中段的地方。然后我们团客这样吃8菜一汤，还不错。它有粿条跟米，然后有附一杯这个金桔柠檬，蛮好喝的。拜拜。OK， 我来到 W Hotel。那这里的大厅比较特别，它在8楼，所以我们先去8楼做 check in。好，我们住1805，到了 ，OK。Let's go。哇，一进来可以看到这个自由曲线拉的一个间接照明哦。然后往前走，18楼就是高，那个是电视塔，这个是电视塔。好，看来我们不是面双子星的哦，面双子星应该超贵。这边有一个蛮大的衣帽间，然后就可以挂自己的东西，还不错。再来是它的浴室，它其实就直接在房间的旁边，然后可以用玻璃门关起来。然后它有一个大浴缸，然后一个站立式的洗澡的地方，然后在里面就是厕所，还不错。这个厕所都是有隔开，这样大便就不会臭到其他人。但可惜的是，它不是免治马桶。OK， 好的，我们从饭店走出来看一下我们双子星。那基本上我们饭店就是后面这一栋嘛。没有，在这一栋。高的，然后走过来大概是5分钟，它就在我们对面，给大家看一下。晚上的气氛更不一样了，它还有点灯，非常的赞。里面是一家百货卖场，也是可以进来看看的。这上面摆了一台 F1 的赛车。这是 AMD 有赞助的那一台吗？啊，对 ，AMD 有赞助的那一台，好帅。安，今天是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天啦。那等一下是去粉红清真寺跟三井 Outlet， 去完之后就准备去机场搭飞机回台湾。那稍微总结一下这5天了。那我自己认为，如果说你是刚好要来
有想买普洱茶或是买床垫的话，那这个行程是蛮推荐的。但是，这5天除了去了一些点都是算是免钱的，就是不会太需要付费。然后住的不错，然后如果说有团体用餐也不错。那我们有4个自理舱，那这个价格要2万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是3.5颗星左右啦，就是还可以，但没有说很需要参加旅行团。因为来东南亚一趟的机票其实蛮便宜的，那在订这些住宿，其实对，住的不错啦。我们来到粉红清真寺，那这边入内也是要先脱鞋的哈。我这个踩起来感觉没有很干净，帮人家洗地板。那我们这边只会待15分钟，因为这不是茶馆，没办法待那么久。然后来这边记得要穿长裤，然后女生的话不要穿无袖或短裤。对，那因为他们这边回教的传统就是女生要遮住头，然后男生也不能露皮肤的部分，所以他们就要换这个小飞侠套装。你看，对啊，你看新体验哦，他得到了新体验。这是环球影城的巫师袍。这很像欧式教堂的穹顶跟那个玻璃哦。